影视作品中，总有一些片段并不是因为剧情多么轰轰烈烈而被记住，而是因为某一个细节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复制的真实感。余生，请多指教中肖战饰演的顾魏与杨紫饰演的林之孝在民宿阶段的一场高烧戏，就是这样一个让无数观众印象深刻的画面。这场戏表面上看只是一段恋人之间互相照顾的日常情节，林之孝身体不适，顾魏作为医生和喜欢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担心与温柔。但真正让观众反复回看的，并不是剧情本身，而是隐藏在镜头细节中的情绪。很多时候，演员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是完成了多少设计好的动作，而是在某个瞬间，让角色像真实存在一样出现在观众面前。而这场戏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拍摄当天，两位演员的身体状态并不理想。剧组原本已经安排好了拍摄计划，场景、时间和进度都需要按照流程推进，无法轻易停止。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只能尽可能调整状态，继续完成镜头。也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一些原本没有被剧本明确要求的细节，反而成为了整场戏最令人难忘的部分。在剧本描述中，顾魏摸额头可能只是一个简单动作提示。从文字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表演要求，没有明确规定手应该怎样移动，也没有要求演员必须表现出怎样强烈的情绪。但是到了真正拍摄的时候，肖战伸手触碰杨紫额头的那个瞬间，却出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变化，手指轻微颤动。这个动作如果放在角色层面，可以理解为顾魏因为担心林之孝，所以产生了紧张和心疼。但如果结合当时拍摄环境来看，这个细节又多了一层特殊意义。因为现实中的演员同样处于身体不舒服的状态，当一个人自己也正在承受疲惫和不适，却看到另一个人在生病时，那种关心往往会更加直接，也更加本能。所以镜头里的顾魏不仅仅是在照顾林之孝，也像是在用一个真实疲惫的身体回应另一个同样脆弱的人。这种感觉并不是通过技巧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在特殊情况下自然产生的。如果重新设计一次，也许演员可以做到更加精准，动作更加稳定，情绪更加符合传统表演标准。但问题在于，真正触动观众的，恰恰就是这种无法提前安排的不完美。除了肖战手部细微的变化，杨紫在这场戏中的声音状态，同样成为很多观众注意到的重点。高烧状态下，人的身体会出现明显变化，声音容易变得沙哑，呼吸节奏也会受到影响，说话时无法像平时一样流畅自然。而林之孝在这场戏中的表现，正好呈现出了这种状态。他的声音不像平常剧情中的轻快，而是带着疲惫感。有些台词说出口时，可以明显感觉到气息不足，需要稍微停顿调整。从严格意义上的表演标准来看，这种声音可能并不算完美，没有清晰明亮的发声，没有流畅稳定的节奏，甚至存在一些小小的瑕疵。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角色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林之孝本来就是一个正在生病的人，他不应该像状态最佳时那样说话自然。如果演员完全控制声音，让每一句台词都保持漂亮和稳定，反而可能失去真实感。真正高级的表演，并不是永远展示最完美的一面，而是在正确的情境中，让角色拥有符合生命状态的细节。杨紫当时呈现出来的疲惫感，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电视剧人物，而像是在面对一个真实经历痛苦的人。很多观众在讨论这场戏时，会说肖战和杨紫之间的互动太自然，甚至感觉不像是在表演。其实这种真实感，并不一定来自某种特殊关系，而是来自演员在极端状态下减少了对表演的控制。正常拍戏时，演员需要同时完成很多事情，他们要记住台词，要控制表情，要注意镜头位置，要配合走位，还要思考角色心理。这是一种高度理性的表演过程。但人在身体极度疲惫的时候，控制能力会下降。
很多原本可以计算的细节，可能会变成身体最直接的反应。眼神中的疲惫，动作中的迟缓，声音里的虚弱，这些都很难完全伪装。而这场戏恰好需要表现两个身体状态特殊的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医生顾魏，一个是病中的林之孝。现实中的疲惫与剧情中的情绪在那个瞬间产生了交汇，所以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角色之间的关心，也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演员真实状态的情绪重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经典镜头无法简单复制，因为它不仅属于剧本，也属于当时的环境、状态和时间。如今很多影视作品都会设计大量甜蜜桥段，希望制造观众心动的瞬间。但随着观众观看经验越来越丰富，那些过度安排的浪漫情节，有时反而容易让人觉得刻意。真正能够留下记忆的，往往是一些无法提前设计的小瞬间，比如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比如一句没有说完整的话，比如一个角色下意识做出的动作。余生，请多指教的这场高烧戏，就是因为拥有这些无法复制的细节，所以多年之后依然被观众讨论。它并不是因为演员故意制造所谓真实感，而是在特殊拍摄环境下，让角色自然呈现出了生命状态。后来剧中的一些轻松互动场景也展现出了类似特点。当演员减少刻意控制，更专注于角色之间的交流时，往往更容易产生自然反应。所以回看这场戏，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肖战和杨紫带给观众的并不是简单的一场爱情戏，而是在特殊情况下将角色的脆弱、关心和依赖真实地传递出来。高烧带来的颤抖、沙哑的声音、疲惫的眼神，这些看似不完美的地方，最终却成为了最有力量的部分。你认为余生，请多指教中这场高烧戏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是肖战顾魏那个轻微颤抖的动作，还是杨紫林之孝虚弱却真实的状态？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感谢大家观看这期内容，也感谢每一位支持和关注频道的观众。我们下期再见。